嗨，欢迎大家回到君娜 TV。有非常多的客人呢来询问文法，每个客人的头顶上的问题都不太一样。今天就来总整理，到底什么是文法、指法、语法、洗发精等等等，有关于可以处理一切头发的问题，我们今天都会做一个详细整理。好的，那我们先教你从检查自己的头发开始，看看我们呢是真的很秃，或者是有点秃，又或者是我长期一直落发，迟迟不能改善。如果以正常的头到很秃为0到100%的话，10%呢就是我梳头发会常常一直掉头发，又或者我洗头的时候常常摸到就一大把头发下来，让我非常的惊恐。那这个就大概是落在10%左右。那如果有一些硬币秃啊，那就严重程度来到了20%。那有很多女生会因为借由压力，头顶上会有一块的硬币秃。接下来就是我们发际线越来越高，发际线过高，如果我们的发际线里面呢还是有白白的头皮的样子呢，只是它稍微过高了，那这样子呢，我们严重程度列为30%左右。那如果你这个发际线高，而是已经是肉色了，那严重程度就可能来到了40%。接下来我们来讲发缝的严重程度。那发缝这个一开一整个发缝过去呢，像不像这个摩西海域直接就分两边了？好，那如果你这个摩西海域里，这个摩西海域的范围如果还是白色的呢，就表示它还是我们的头皮，那它的严重程度就大概已经来到了50%左右。那再来就是75%的严重程度，就是我们半颗半顶头已经呈现肉色的状态，已经不是白色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就是很秃到你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几乎就是很秃很少的头发，那就是100%。知道刚刚的状况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先问问自己看看说，我对于我的头发这样子的状态，我希望我可以改善到什么程度？不管你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首先都要先找医生来帮我们判断一下，究竟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会导致我有落发、轻微或严重的一些秃头的一些症状。我们要先找出原因，因为有时候呢，这些原因只要我们找出来之后，我们的落发问题或者是秃头问题，也许就可以得到改善。举例来说，就是有一些人生活作息不正常，或者是他有长期服用药物，或者是有一些肌肤疾病，又或者是遗传基因，都是有可能产生这些落发问题。现代人比较常见的呢，就例如说工作压力过大，可能会产生硬币秃的一种状况，又或者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男性荷尔蒙过多，那会产生雄性秃；女生因为减肥而不吃淀粉，那饮食不均匀的状况之下呢，导致产生落发的问题很严重。各式各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都要先寻求医生的帮助来判定说我到底是什么问题。也许我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就不需要再往下去想说我到底是要植发还是要文法或者是要育发。总之呢，我们要先找到问题，对症下药，先治疗再改善，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解决方案喽。好的，我们来到了下一步，就是对老师你说的都对，上面的问题我通通都有，就是我既不想改善我的生活习惯，我又想晚睡，我就是工作压力大，我没有办法。好，那我们就可以试着透过用育发的方式来让我们的毛囊恢复健康的毛发生长。首先我们就要先知道究竟什么是育发。育发就是透过任何一种方式去刺激我的毛囊，让我的毛囊活络起来，然后可以让我的头发顺利的生长，以达茂密的效果，这个就是育发。育发的方式其实有非常多种，有人呢初步他会选择好一点的洗发精，又或者是滋养度比较高的一些洗发精。那再来可能严重一点会选择一些有含药性的生发水。那现在目前也有像是 EGF 啊，或者是外泌体的导入啊。更高阶一点呢，可能我们会寻求医生，例如说口服药物啊，或者是利用雷射的方式来去做育发，这些都是有人在做的。那我们这边一定要说明一下，其实我们如果透过这些方法可以长头发的话，天然的雄厚绝对会比你手术或者是文法来得好看。那因为我们做育发的这个疗程呢，可能它的时间会比较长，它没有办法立即的马上有效果，所以大家呢可能往往呢对这个的期待呢就会有一搭没一搭的做，所以就导致它效果不好。那我们当然也是要看客户他究竟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慢慢的修复他的毛囊，让它顺利可以长出头发。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在我们做文发或植发之前，尝试各式各样的方法，让头发自己自然的长出来，这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些育发的这些课程呢，它基本上就是时间疗程会比较久，那也会因为个人体质不同，有的人可能会长得多，有的人可能长得少，它的效果可能不如每一个人的预期，金额落差其实也蛮大的。我没有办法去帮你做推荐哪一种比较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再往下一步文法又或者是植发来做选择咯。好的，我们现在已经确定我们可能长不出头发了，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究竟我要文发还是要植发？那植发是什么呢？植发呢是一种手术，它是医生可以帮我们做操作的，它是取后脑勺
这边的毛囊把它挖出来之后呢，移植到我们稀疏的任何一个部位，好，那这样子让它可以长出头发来。那什么是纹法呢？纹法就是我们使用这个纹身的技术稍加做改良之后呢，利用这个色料注入到我们的头皮上面，让它进行填色，制作出像是伪装的毛囊，又或者是发丝的样子，来提高我们的视觉效果。那究竟是纹法还是植发？我们有去做过一个市场的调查，就是植发呢，大概一根头发呢，它的收费大概会落在50到200块之间。那这个会依照医生的技术去做收费的判定，它最少呢可能会抓1600根来做一个单位。那手术的费用呢，大概会落在10到12万之间。那如果我的头发呢是需要移植3200根的呢，那这个费用就会落在20到25万之间。好，这个部分可能大家要到诊所去做评估跟参考。我们讲1600根或者是3200根，其实大家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标准的概念。那举例来说呢，我们以下面这张图来看，我们圈起来的范围大概是22平方公分。那如果这个人是这个范围全部里面一根头发都没有，那你要去做植发的话呢，他大概是需要2500根头发。那我们以这个照片的案例来看，如果说这个照片上面他有头发有一点秃，那加上有白的地方，我们要帮他做植发的话，也许我们就是做一半左右，2500根除以2，这样子的价格呢会落在7到10万之间。如果这张图呢，我们以纹法来做计算的话，纹法每平方公分是500到1000元。以1000元为例的话呢，这张图22平方公分呢，它的收费就大概会落在2万2之间。那这边我们就有一个明显的比较，就是一样是这张图，如果我做植发的话呢，大约是7到10万；如果是做纹发的话呢，大概是2万。那贵一点的话，可能3万左右。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要以部位的这个秃的面积大小来去做判断，说我比较适合做哪一项。举例来说呢，如果我今天范围是中等的话呢，我可能比较适合植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植发是要取我们有头发的地方去填补在没有头发的地方，所以这件事情是本身我必须还要有头发。那所以如果我只是秃中范围的范围，只是中等的秃，那我就可以选择用植发的方式。那如果我是已经几乎全秃了呢？全秃的话呢，其实你已经没有头发可以去移植。那这时候全秃的状况，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伪毛囊点刺的部分，帮我们整个头呢做一个伪装毛囊的一个效果。但是没有办法用这个纹法的效果，让你长出就是看起来好像有澎湃的头发，又或者是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发缝，因为这样子价格上面呢，可能也比较符合大家的期待。接下来呢是时间的考量，如果我们做植发的话呢，可能是需要一个手术时间，并且它会有伤口需要修复时间。那这个过程我们可能也要服药去让它快速的修复。那如果是纹法的话呢，它就是做完当下立即有一点效果，1周后呢效果就会更明显一点。做完当天是不可以洗头的，隔天是可以洗头的，所以它其实恢复期是非常的短。Gina 老师给你建议就是，如果你的范围真的很秃，已经到了整颗头的话，如果你只是小范围的面积，我会建议你做这个伪毛囊点刺。那如果你是中范围的秃的话，我会建议你可能要做植发加纹发，这样的效果会是最好的。因为植发它是立体的效果，但是它有存活率的问题。那你先做完植发之后呢，我们剩下有漏洞的地方，我们再用纹发再去做修饰，这样子的效果就会1+1大于2。老师，真的吗？我又要花纹发的钱，又要花植发的钱，哇，那我简直真是口袋太难了。不，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做植发的时候它还是会有存活率的问题。那你有漏洞是不是在做植发？那不是又在收第2次更贵的钱？不是，而是你做完1次植发，如果你有一些漏洞，我们再用视觉效果填补的方式下去做，这样1+1一定会大于2。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按照面积以及按照次数下去做逐步的收费，这样子的纹发方案才不会让我们的预算爆表。如果我今天面积很大，然后我又需要立即有效果，那我会推荐你，其实 CP 值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假发，它马上戴上去，马上就有头发。那目前的假发科技呢，也非常的先进，做的假发也都非常的好，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就省掉你前面在那边一直做功课。基本上呢，我觉得其实每一项呢技术都是很好的，只是看看你的符合与期待。例如我们举假发为例，其实假发的效果是真的很好，因为它是长出头发来，而且是很多的。那植发的效果也很好，可是它会有存活率的问题。纹发它毕竟就是平面的效果，但是它就是价格便宜。这一些方法都是针对各种不同的状况的你下去给你一个适合的方案。至于我们要选择哪一个，真的要按照我们自己的经济以及我头皮上的状况下去做决定。希望我今天
天乐等的分析可以帮助到你。GRTV，我们下回见。我要下班了，我好累哦。感谢你收看我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留言、订阅、加分享。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都会用拍影片的方式来回复大家。谢谢大家，拜。